隔日凌晨4点，众人齐聚码头，2艘船先后出港。这次是老猫开的船在前边，大哥的奋斗号紧随其后。码头上同时出海的渔船不少，好不容易有了好天气，大家都赶着作业呢。钓鱿鱼和灯光捕鱼船，夜里11点多，风浪刚变小就走了。而拖网或者粘网渔船，则大部分都集中在此时出海。大风大浪后有大鱼，乖乖歇了10多天，终于可以出海了。甲板上，阿和带着人正在收拾东西。阿和，咱啥时候下网？赖包见周围的船变少，还以为要下网了，结果这又开了半个小时，依旧没有动静。包括杜喜在内，队伍一下子增加了4人。赖包和林老二被林浩留在了自己船上，而阿明和杜喜则被安排到了大哥的奋斗号上。不清楚，这是我哥和猫哥拿主意，不过按以往来看，估计还得1个多小时才能下网。这船大号油多，这1个多小时不作业，得空耗多少油啊？林老二面上全是稀色，他本就是节省的人，这样的人守财有余，但不适宜做生意，因为之前的投资稍大一些，他可能就会退缩。水太浅，地下礁石多，网不想要了。林老二面上善然，阿斯笑着解围。林哥，忙得差不多就休息一下，在船上没事干，大家就休息。阿浩看到也不会说什么的，等开始拖网上网时，那才是真正忙的时候。到时忙得你腰都直不起来。我说，包哥、林哥，你俩的腰还成不？听着阿友的话，就想揍人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阿斯训斥了一句，接着又向2人解释。忙起来半天直不起腰，我们都有些受不了。呵呵，还行，腰还行。林老二干笑2声，随即目光瞟向一边的赖包。看我干啥？我要比你好。赖包像是被人踩中了尾巴，男人嘛，在这方面有几个愿意主动服软的。几人坐着吹了会牛，阿成跟阿斯对视一眼，便起身开始做早饭。赖包和林老二是新上船的，急于表现，赶忙又起身帮忙。包哥、林哥会做饭不？赖包面上一红，他倒是会做，但他做出来的饭，除了他家养的猪，连3个女儿都不捧场。倒是林老二点头，要不你们歇着，我做一餐试试。阿成果断让出大厨的位置。阿浩哥口味偏淡，早上炒米粉，米粉别泡发时间太长，太烂了大家都不喜欢。还有青菜切细一点，不要整根放进去。阿和带了骨头汤，热一下就行。新来的还成，还行吧。之前都在码头上扛过包，吃苦肯定可以。刚刚观察了一下，性子也还成。猫哥相信他的眼力，便不再纠结，岔开话题道：目的地在哪？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船出海，猫哥依着惯性，便是往东南方开。此刻已经出了内湾有一会，再开1个小时，也差不多过了小船的作业距离，该决定具体的方向了。其实一早他就看过系统，兴许是因为同一个地图中捕获的物种已被开发的差不多，所以今天的幸运值很一般，只有28个点，指向不是东南，而是东北方。但就这点幸运值，完全没必要再迎合了，所以他最终还是决定现在的方向保持不变。猫哥，就按这个方向开吧。到上次鱼窝的地方看看。老猫提议，他昨天就这么想的，关键是上次那满海面鱼的画面太震撼了，万一这次还是这样呢？林浩笑了笑，哪还不知道猫哥心中所想。没这么好的事了。突然他心思一动，提议道：要不去上次发生地震的地方看看？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坐标吗？林浩也不知道具体的坐标，但上次听大哥所说，就是在那片鱼窝向南30海里。他在 GPS 上一番操作，指给老猫看。猫哥，大概就是这里。老猫凑近细看了看，随即双眉一拧。阿浩，离中线太近了吧？没事，这个海峡本就是我们的内海湾，湾湾也是咱的领土，连公海都算不上，有个毛的中线，咱怕什么？老猫愣了愣，语气郁闷。阿浩，你可以上新闻联播了。哈哈哈，放心吧，猫哥，离中线还有10多海里呢，只要不越过去，肯定是安全的。林浩当然不会以身涉险，现在的两岸关系还是蛮紧张的，因为湾湾现在当家的是阿扁，真的毒，而且现在怎么说呢？国家还在怀柔，以便于有更好的时间去发展海军力量，他就不给国家找麻烦了，好吧？这就是给自己的软弱找了一个借口，他暂时还真不敢去那边。拿定了主意，2人便聊起了其他，不时看一眼水测仪上边的深度显示，看一下适不适合下网。哟，今天这米粉炒得不错，谁的手艺？早饭点，林浩端着一小盆炒米粉，坐在甲板上尝了一口，惊奇道：五哥炒的比我跟阿斯哥做的好。阿晨说完还带着一丝促狭的笑意，又多一个做饭的，自己可以更轻松。二哥，你这可以啊，咱村男人中估计你的水平最高了。林浩看向林老二打趣道：还行，以前给镇上的一个下乡大厨跑过腿。林老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所谓的下乡大厨，就是指主家准备好东西，请他来做，忙一天给个2包烟多少钱的，渐渐的就变成了这帮人全包了，包工包料还包碗碟。吃完饭离港也3个多小时了，驶出约有40海里的样子，早驶出了小船的作业距离。老猫通过喇叭通知大家放网。包哥，你跟二哥应该不陌生吧？第一网你们来下。
林浩主要是想让两人适应一下，倒不是刻意为难。大船的拖网和小船差不多，无非就是叶缸更长，档板更大些。赖林两人虽说没有自己的船，但结婚前几乎都出过海，所以下网还真的不陌生。没一会网面就整个下入海中。大家可以歇一会，看看第一网能不能开门红。要是每网收获好，咱说不准还能提前回去过中秋节。离中秋还有6天，这一趟的好天气时间较长，提前回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除非在4天内爆仓。但2艘船能装50-60吨的渔获，除非像上次一样，所有的鱼全部聚在一块，而且全浮在水面上等他们捞，不然几乎不可能。林浩跑回舵舱，接着跟老猫吹牛，真便宜啊！多少？林浩双眼冒光，虽说他没有这心思，但男人嘛，有时听听都感觉很过瘾。我最早去的时候20块。多少？林浩还以为听错了，20块，这价格逆天了呀！老猫嘿嘿一笑。其实现在也不贵，大概40-50的样子，还带按摩的，服务没得说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老猫看了眼远方，拿出无线电对讲机让林平右舵偏一点，因为远处有一艘货轮驶来，如果他们不让的话，撞上倒不至于，但货轮经过的波浪冲击多少还是有些危险的。甲板上的众人此刻全都靠在舵舱的阴凉处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阿和，船上不准打牌吗？林老二问道。毕竟现在这么干等着确实有些无聊，以前他跟着船出海，稍有点功夫大家就会支起牌局，不少人出海一趟的劳务费还没到家就输光了。阿和左右摇了一下脑袋，我哥没说不能打牌，但他不准耍钱。林老二无语，打牌没点彩头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当然他也只是问问，就算是真赌博，以他的抠门劲也只是看个热闹。阿和居然回仓柜里拿出一本书来，这让阿成跟阿友震惊不已，像是看到了珍稀动物。娘姨，阿和，你拿的是书？阿和瞪了这货一眼，大惊小怪的。不是，你看得懂吗？阿成问的就比较直接了，也难怪他们如此表情。2艘船上的人，除了林浩，其他妥妥全是学渣，看到书就会头疼的那种。该不会是教人怎么睡觉的吧？赖包也跟着打趣了一句。阿和没好气的亮了亮书封，只见上边写着“老人与海”。这是我跟着大玉哥后边时，他拿给我看的。他让我多看书，说只要选对书，多看总会有益处的。好看吗？阿和面上微红，打从拿到书2个多月，到目前为止他也只看了5页，这回也是实在无聊才翻出来的。我看完再和你说。